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没想到过完年之后，我们湘西这边还下了这么厚的一场雪。与其说这是一场雪，应该来说啊，这山上到处结的都是冰瓜子，连这些树上啊都是白茫茫的一些冰块，真的挺美的。之前我来过这边拍了个视频，很多朋友在视频里面留言说，这个地方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是哪一个在这边建了一栋别墅，在这边隐居养老。确实啊，这栋房子是建在悬崖绝壁之上，在底下有200-300米高的悬崖绝壁，风景是非常美的。今天我们是没办法进到别墅里面，只能通过无人机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其实啊，我们从山脚下开车上来，底下已经是这些冰雪啊都融化的差不多了，但是这边的海拔比较高，山上的这些冰瓜子还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树上啊都是厚厚的冰瓜子，这个时候啊也在融化。这里的海拔差不多600多米，到夏天的时候啊还是挺凉快的。这栋别墅就在镜头的前方，从这边是有一条路可以走上去的，上面还有一条路，在那上面有一个寨子，也是一处古苗寨，大概住着几十户人家。去年我记得来的时候，主人家告诉我们说，刚开始在这边建房子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买好了地之后，这边不通路，叫了挖机把这边的山头啊挖了好宽的地方，又修了路，又建了房子，又接了电线，还有从山里面也接了水回来，总共花费大概300-400万左右。其实我们看着这栋房子啊没有多大，但是它的绿化是做得非常好的，整个房子的外面啊都是一些盆景，种的有些花卉，还有些草皮，外面都打上了栏杆。在院子外面还有10多亩的土地呢，在下面还有一个游泳池，还有些娱乐的地方。在悬崖峭壁的旁边还有一栋玻璃的观景房。从航拍的镜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啊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看着啊是挺让人害怕的。实际上这栋房子建在石头之上，它的地基啊是非常牢固的。顺着镜头我们再往后看，这栋房子的最里面，也就是悬崖峭壁的最里面是有一条瀑布的，但是现在刚刚开春，没有水，所以这边瀑布没有水流，要等到雨季或者清明的时候啊，这边的瀑布水流量大的时候啊，再来看是真的挺美的。这一位啊应该是主人家的管家，看他随时都要拿着一根棍子啊，防止这些狗啊，所以我们还是不跟着进去了。这边的冰瓜子啊真的是挺厚的，没想到开春了之后还下了这么一场冰瓜子。我记得在年前啊都下的是雪，那时候啊并没有这样子，地上的积雪是很容易融化的，但是这些冰瓜子啊是很难融化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哇，挺冷的。我们这边今年应该是从去年啊到今年是第三场雪了，一般每年都会下个1-2场雪左右吧，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都是4-5天，最长的可能会有1个星期左右吧。刚刚说到啊，这栋房子刚建的时候啊是挺不容易的，这边因为没有路，都是荒山，
买下来之后啊，都是通过挖机，这样子去把它挖成了一个地基，然后建的房子。这个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你们说如果把这边改造成为民宿的话，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主要是这栋房子啊，距离边城古镇大概也就2-3公里，距离县城有10多公里，交通是挺便利的。尤其是到边城过来玩的一些远方的朋友，自驾游的，在那边玩了古镇之后啊，晚上可以在这边休息、露营、吃饭。但是这边啊是挺安静的，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喜欢这样子安安静静的地方？其实站在房子的外面，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对面的村庄还有底下的边城古镇都是一览无遗。我感觉对面的山好像都矮了许多，其实在那底下还有一条高速公路通往重庆那边，这边距离出省大概也就几公里了吧，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交界的位置吧。当然这边还是属于我们湖南湘西。刚刚和这位管家我们聊了一会儿，在这底下种的是一些药材，当然是可以越冬的。到了开春它又会长起来。他说啊，在这边还种了一些蔬菜，但是游泳池那边是很少用了。平时这么一个家也要管理，地方太宽了。他也是偶尔会上来，平时他们家呢也是住在下面，偶尔上来看一下。我发现啊，在这边拍了一会儿的视频，山上的这些杉木树啊，一会儿又断一根，一会儿又断一根，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可能还是这些冰瓜子啊太重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边是刚刚才断掉的杉木树。在我们湘西这边，杉木啊和马尾松是比较多的，也都是装修木房子啊用的比较多。其实我们今天过来的时候并没有联系到主人家，因为去年在7-8月份的时候我们来过一次，当时在他家里面我们交谈的是，他说在年底啊准备在这栋别墅的外面修建一些类似于蒙古包啊或者一些简易的木房民宿之类的，把整个这个别墅的周边打造成为一个民宿的休闲区。我就想来看一下到底做好了没有，但是今天过来之后才发现啊，好像并没有变化，可能他的计划有变。我记得当天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如果在这边打造一个民宿啊，估计又要花费一大笔钱呢。如果有一些好的变现手段，能把这些游客啊吸引上来，倒是挺不错的一个投资方案。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些游客全部吸引上来的话，那这笔投资啊也很难得到回报。所以说还是目前这个状态，不知道接下来他的计划是否有所改变。其实我去年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啊，就有很多朋友在私信里面留言说这栋别墅能不能把它给租下来，然后打造成为民宿，因为这边距离边城古镇啊确实挺近的，应该会有一些游客会上来游玩的。那你们觉得如果把这栋房子给租下来要好几百万，再打造成为民宿的话，那这个花费该有多大，到底值不值得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好了，我是石头，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